我陪了小少爷15年，终于在他订婚宴上逃跑了。找到我时，他说玩够了，该回家了吧。可转身他却将我锁进地下室。他俯身扣着我的脚踝，那张俊美的脸越来越近。小奴隶，我得不到他，还得不到你吗？他终于杀死了那个爱他的我。后来他发了疯，跪在大雨里，卑微地求我回头看看他，哪怕是替身也好。齐言出现的时候，酒吧喧闹的气氛一下子安静下来。那时我正在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贴身热舞。我猜到他会来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。那颗惴惴不安的心竟然意外地平静下来，好像是判处死刑的犯人终于知道了确切的死亡时间。1周前，齐言和孟家的独生女孟欣订婚了。奢靡的酒店大堂里，齐言虔诚地在他喜欢那么多年的姑娘额前落下一吻。果然，王子最后还是会和真正的公主在一起。这是我在齐家的第15年，也该放下那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了。在现场气氛达到高潮的时候，我拿着行李离开了这个地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订婚的过程并不顺利，孟欣的前男友大闹了现场。那场订婚让齐言成了圈子里的笑话。可这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记忆回笼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齐言已经穿过人群，站在了我面前。放开！他面无表情地盯着我腰上的手，声音很冷。身后的男人识趣地走开了。男人走后，齐言立马换了一副面孔。玩够了，该回家了吧？他说的宠溺又无奈，真像个劝妹妹回家的哥哥。车上，我率先开口：哥哥，我22了，再和你住在一起不合适。这几天在外面过得还好吗？他分出手抬了抬微微下滑的眼镜，镜片反射出冷冽的光，让人心头一紧。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的反应，确定他没有生气以后，松了一口气。挺好的，我交了好多新朋友，他们对我都很好。哥哥，你和孟欣姐姐结婚以后，我迟早要搬出去的。听到我的话，齐言没有说话，良久才吐出一句：先回家。车子里瞬间安静下俩，焦灼的气氛让我再度坐立不安。齐言明明没什么表情，我的手心却紧张地沁出了汗。回到别墅后，我匆匆上了楼，就在关门的一瞬间，有只脚卡了进来，紧接着一股蛮横的力量把我推倒在床上。齐言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他扣着我的双手举过头顶，像是猩红了眼的狼丝咬住了猎物。你别过来，齐言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妹妹。妹妹，他低低地笑了起来。头顶的灯将他的身影完全笼罩了我，一阵巨大的恐慌在我的心底蔓延开来。我看着齐言缓步往后退坐在了床对面的沙发上，他慢条斯理地整理着微微发皱的西装，将一支录音笔放在了茶几上。齐雅，妹妹和哥哥可不会 IC。 几段无序的电流声后，声音从录音笔里响起：我是谁？齐言。那你是谁？齐雅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哥哥，我好热，你撒谎，这一定是你伪造的。大脑一片空白，我狠狠地踩上录音笔，直到它变得支离破碎，再发不出一点声响。齐言将我拉进他的怀抱，强硬的让人无法挣脱。没关系，这只是个备份，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听。所以明明是最简单的几个字，我却颤抖着说不出来。那天自始至终没有别人，是你对不对？是我。肌肤相贴的热意不断升高，我只感到越来越冷。那段记忆是我最不想被提及的存在。像每个在城南别墅区长大的世家子弟一样，我的成人礼盛大而隆重。年轻躁动的少男少女们在半山的泳池边彻夜狂欢。那天孟欣和齐言走得很早，看着那对般配的人影的走远，我的一颗心像是从高处坠落，摔得四分五裂。我麻木地接过旁边朋友递上的酒，
辛辣的酒精刺激着喉咙，涌上一阵酸涩。回到休息室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地拿起了桌子上的蜂蜜水。我记得齐岩成人礼的时候，家里的阿姨为了防止他醉酒头疼，也在休息室放了蜂蜜水。可是很快灼热感从脚底开始蔓延，如洪水般席卷了全身。为什么空调已经打到16度了，还是感觉好热，像是腻了水。屋外的声音忽远忽近，脑袋里一片空白，连呼吸也变得冗长。吱呀一声，休息室的门开了。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。天色迷蒙的时候，我醒了。屋子里情欲的味道，还有身上的痕迹，都在告诉我那不是梦。回家的时候，我低着头，只想快点洗掉这一身痕迹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沙发上的齐岩。灯光猝不及防地亮起，我下意识去遮掩身上，可我忘了清凉的礼服，到处都是露在外面的肌肤，遮掩的举动让我看起来有些滑稽。所以你一晚上没回来，是在做这些事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。我无力地蹲在地上，企图藏起这一身难堪。是谁？我哭着摇头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齐雅，你真让人恶心。齐岩打量着我身上的痕迹，脸上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我。我跌跌撞撞地冲向厕所，还没来得及打开门，就被揽进他的怀抱里。肌肤与肌肤触碰的一瞬间，那些不堪的记忆齐齐涌上来。别碰我，他轻轻安抚着我，说得那么真诚。齐雅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家人才不会嫌弃你脏。那天之后的每个晚上，我都会做噩梦。在极尽纠缠后，那个人的脸永远看不清，日复一日成了我的梦魇。终于在又一次噩梦后，我敲响了齐岩的房门。哥哥，我可不可以睡在你房间里，像小时候一样？我太害怕了。齐岩笑着走过来，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发。当然可以，我的妹妹。齐岩的气息萦绕在我身边，就像回到了那天晚上，那张模糊的脸一下子清晰起来。为什么？你明明喜欢的是梦欣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想知道吗？齐岩拉着我下了楼。我从来不知道，在这个家里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地下室。打开门的一瞬间，我被吓在地上。那些齐岩曾经很喜欢却被迫送出去的东西，一件不少地出现在这个房间里。我最讨厌别人动我的东西。声音从头顶传来，像是叹息，又像是警告。他俯身扣着我的脚踝，那张俊美的脸越来越近。我不是你的私有物，从你爸爸把你卖给我的时候，你就是了。冰凉的触感从脚踝处传来，金属发出了咔嗒的声音。小奴隶，我得不到他，还得不到你吗？第一次见到齐岩，我6岁，他12岁。在齐岩家的别墅里，小小的齐岩端坐在钢琴前，像一个优雅的王子。我站在门口与他遥遥相望，在落下最后一个音符后，他走了过来，温柔地和我打招呼。他一点也不像是爸爸口中不好亲近的样子。爸爸在齐氏摸爬滚打了10年，还是一个小小的组长，却因为齐家小少爷齐岩的一句话，当上了公司的经理。自那以后，他总是把齐岩的名字挂在嘴边。事情发生在我生日后不久，爸爸总是说我就是他的小福星。那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我留在了齐岩的别墅里。齐岩安排的房间比我整个家都要大，粉色的公主床，连房间都是香香的。哥哥，这里好漂亮，那妹妹一直住在这里，好不好？齐岩蹲下来与我平视，如黑曜石一般的眼睛诱着人沦陷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齐岩的一句玩笑话竟然成了真。回家后没几天，爸爸又把我送到了齐岩的别墅。爸爸看起来很紧张，豆大的汗水从他脸上滑落，他紧紧地盯着别墅的大门。大门被缓缓打开，爸爸急不可待地把我推向齐岩，而齐岩慢条斯理地拉着我坐到沙发上，耐心地问我喝果汁还是牛奶。
爸爸在一旁好几次想说话，都被他瞪了回去。最后，我看见齐岩拿出了一张卡给爸爸，爸爸拿到后很快就离开了，急到忘了和我说什么时候来接我。我的视线被齐岩挡住，再也看不见爸爸的身影。小雅，以后我当你的哥哥好不好？他的声音饱含笑意。在听到爸爸的消息，竟然是他的死讯。齐氏的经理挪用公款畏罪自杀，网上疯传着爸爸自杀的视频。齐家新品发布会结束以后，齐父在大屏幕上播放了这个视频。视频里，爸爸狼狈地和所有人道歉，承认了自己挪用公款，最后上吊自杀。手机从他的手里滑落，如蛛网般碎裂的屏幕上是我的照片，那张在我生日后设置的屏保。画面的最后，我灿烂的笑容和爸爸摇晃的尸体形成了巨大的割裂感。台下好多人都看到了我的照片，也发现了我此刻坐在那里。我能感受到无视审视的目光朝我望来，一些难听的话也越来越响。我们比任何人都痛恨他，他给公司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，但是人已经死了，这件事就此结束吧。齐府的声音透过话筒听不出感情，甚至盖不住台下的议论声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我和妻子也商量了，我们决定收养小雅。说完，他似是无意地朝我看了一眼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小雅就是我。就在齐父说完的那一刻，所有的镜头转向了我，此起彼伏的闪光灯让人眩晕。网上都在歌颂齐父齐母的善良，不少人甚至羡慕我即将开启的豪门生活。可豪门生活真的幸福吗？我看着脚上的桎梏，怔怔出神。地下室的灯光刺目的就像那天的闪光灯，隐匿在灯光背后的黑暗像是在嘲笑我的遭遇。刺耳的布帛声拉回了我的思绪，空气中的凉意让我忍不住瑟缩。齐岩掐着我的下巴，迫使我抬头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细细密密的吻就落了下来。齐岩的动作极尽温柔，他眼尾泛红，却克制着停了下来，就那样望着我。你在看谁？我仰头看着他，读不懂他眼里的深情。看你，不是梦。他凶狠地又一次吻上了我的唇，原来我连说出那个名字的资格都没有。齐岩彻底摒弃了温柔，动作也开始变得急切和粗暴。头顶的灯光摇摇晃晃，几度虚影。我这才想起来，刚进门时秘书对他说的那句话：梦欣小姐和那个人出国了。和齐岩刚刚订婚的未婚妻转头和别的男人跑了，怪不得他那么生气。他喜欢了梦欣这么多年，每每在梦欣那里受挫，他总是打着为我好的名义，将所有的不痛快抒发在我身上，我怎么忘了呢？六齐岩是骄傲的，但唯独对上梦欣时，总是小心而克制的。即使梦欣退了和他的联姻，他还是无所谓的笑着祝福梦欣找到自己的真爱。梦欣的男朋友是沈家的独子，而沈家是圈子里最有势力的。齐岩从孟家回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，他无视了在客厅的我，却在上楼的时候脚步一转，走到了我身边，一双幽深的眸子打量着我，喃喃自语：什么青梅竹马，什么从小就睡在一起。当夜，屋外雷雨交加，我看见爸爸拖着残破的身体来找我质问我，为什么一个人在齐家享福。我尖叫着缩到床角，下一秒熟悉的清冷气息将我拥入怀中。小雅，别怕。齐岩温柔地拍着我的背，一点一点地驱散了我的恐惧。他坐在我的床边，哄着我入睡，细微的天光衬得他的脸庞更加柔和。那些温言细语竟让我忘了我睡前分明锁了门，像是魔怔一般，接连几天我都噩梦不断。在某一天，他以照顾我为由，将我的东西都搬去了他的房间。其实齐岩从未对我做过过分亲昵的举动，即使在一张床上，我们也盖着2床被子，而我却不可自拔地陷在了齐岩的温柔里，明知这样不对，却止不住那颗悸动的心。终于，我以学习为由搬去了学校宿舍，结束了这荒唐的关系。
他挑了挑眉，还是答应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心里却生出了一丝失望。那份落寞让我忽略了齐言那句小声的嘀咕：一起睡也不过如此。搬出别墅后，我认识了转校生沈周。沈周和我一样来自单亲家庭，相同的遭遇让我们之间有着说不完的话题。我与齐言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偶尔在学校碰到，他总是冷着脸不给我和沈周好脸色。周末回家时，他也时常用晦暗不明的眼神看着我，却又在我对上他时恢复成温柔的模样。我看着他，觉得有些陌生，对着他温柔的眼神竟生出一丝害怕。我忍不住告诉了沈周。沈周笑着戳我脑门，问我是不是言情小说看多了。说着，他突然凑近，一向散漫的表情变得认真。想谈恋爱吗？沈周惯会开这些玩笑来分散我不好的情绪，我正要打趣他，余光瞥见黑着脸越走越近的齐言。咖啡店很安静，沈周的话也不算轻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齐言和沈周已经扭打在一起。沈周被打得站不起来，弓着身子吐出了一大口鲜血。齐言也没好到哪去，眉间破了口子，血珠顺着脸蜿蜒而下，衬得那张过分白皙的脸更加阴郁。小男友，齐雅，你胆子挺大呀，高中就敢早恋。说罢，他一步步向我走来，俯身在我耳边低语：妹妹，别逼哥哥做坏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他在隔壁的珠宝店陪梦欣挑选和别人的订婚戒指。沈周消失了，我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。那是我第一次和齐言吵架，我删除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直到在高考完我的成人礼上，齐言带着梦欣一起来给我祝贺。沈家的独子不是亲生的，他终于熬走了劲敌。宴会上，他分明是同梦欣打趣我终于长大了，眼神却直直地盯着我，像只紧盯猎物的狼。所有的事串联了起来，从前想不明白的也变得明晰。齐言停止了动作，强势地圈着我，头顶的灯终于从好几个变回了一个。齐雅，谁都可以离开我，只有你不行。我忍不住问他，齐言，这么多年，你到底是哥哥保护妹妹，还是因为你对梦欣爱而不得，退而求其次，想得到我？齐雅，你很聪明，既然知道自己是替身，那就做好一个替身该做的。6岁时，现在也一样，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想要个妹妹吧？齐言的样子很陌生，好像这样的他才是真正的他，从前的一切只是伪装。我爸的死是不是也是你做的？荒诞而诡异的想法在我脑海里突然出现。他微笑着却不回答，答案不言而喻。疯子！我愤怒地拿起手边的球杆砸到了他头上，鲜血很快流了下来。第2次了，因为别的男人。齐言语气很淡，丝毫不在乎额头上的伤。你不是想知道吗？其实你爸的死应该怪你，要不是因为你的照片。说着，他掐着我的脖子，跨坐在我身上，头顶的吊灯罩在他头顶，他的影子像个野兽一样疯长膨胀，随着他的动作扭动着，咆哮着。你该庆幸的，我给了你优渥的生活，还因为你小时候和梦欣长得很像，所以我一直没动你，可你却一次次勾引别的男人。齐言的半边脸血流如注，如同地狱的恶鬼。他沾上鲜血的手扣着我的脚腕，将我拉向了更深的黑暗里。就这样，我在地下室度过了最绝望的7天。齐言接到电话离开的时候，我拿起了那块藏在枕头下的碎片。都结束吧。腕上的血一点点滴落在雪白的床单上，意识渐渐模糊。我出现幻觉了吧？不然我怎么会看到沈周站在我面前？再醒来，我已经在医院了，手上缠绕着厚厚的纱布，稍微一动腕上便传来了刺痛。听到我的动静，站在床边的男人缓缓转了过来，真的是沈周。他穿着昂贵的西装，洁白的衬衫上沾染了点点血迹，逆着光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
只觉得眼前的人有了距离感。醒了呀，我再晚来一点，大概只能跟你的骨灰重逢了。他一笑，我好像又看见了当年那个喜欢贫嘴的少年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沈周慌乱地来擦我的眼泪，最后像是鼓足了勇气，小心地把我揽进怀里。你哭我也想哭了，呜呜。他像个小孩一样和我耍赖皮，我被他逗笑，终于止住了眼泪。这么多年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啊，你看我摇身一变成了沈家的少爷，呼风唤雨，再没有敢欺负我了。他说的得意，飞扬的发丝下露出了一段疤，那是齐言留下的，在咖啡店。我收敛了笑意，心中的愤恨难以压抑。小雅，你过得不好是不是？我现在也可以保护你了，你能不能靠靠我？沈周突然收起了那副不羁的模样，郑重地开口。一枚冰凉的戒指被放进我的手心，可沈周却攥着我的手，不敢让我看。我知道你现在没办法接受我，我可以等到你为我留出位置的一天。他低着头，长长的睫毛颤抖着。好，再见到齐言是在孟欣的葬礼上。齐言迟到了，他来的时候葬礼已经过半，他甚至都没有看孟欣的遗照一眼。从门口进来，我就感受到了他的目光，冰凉的视线死死注视着我，又忌惮着沈周，不敢靠近我。从我离开那个地下室已经过去了1个月，听沈周说，齐言满世界找我，他在我以前会去的店到处发疯，并扬言谁能提供我的消息，一条100万，不管真假，他都给钱。还是齐父出面制止了他。最后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，我在沈周这里。齐言直接开车冲进了办公楼，玻璃倾泻而下，伤了不少人。他在楼下无能狂怒，连上楼的勇气都没有。很快他就被警察带走了。我看着不远处的他，衣服皱皱巴巴，脸上的胡茬都显示了他刚刚从拘留所出来。孟欣的妈妈拿着骨灰盒走过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低下头缅怀，只有齐言依旧直着身子盯着我。那一刻，我15年的意难平突然就放下了，甚至有些可怜齐言。他连什么是爱都不懂，口口声声说爱孟欣，可现连最后的尊重都没有给他。我拿出一直放在口袋里的素圈，套在了中指上。与沈周十指相扣的时候，戒指碰撞在一起，微微震动着。沈周欣喜地看向我，眼里含着一丝水光。齐雅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个疯子，我会让你乖乖回到我身边的。离开葬礼时，齐言拉住了我，凑近我，在我耳边留下了这句话，疯狂大笑着，然后阴恻恻地看着沈周带走了我。在得知我和沈周的事情后，齐父很高兴，失去了和孟家的联姻，如今反而来了沈家这座更大的靠山，他自然是高兴的。没多久，他为我和沈周举办了盛大的订婚仪式，生怕沈周反悔似的。与其说这个为我办的订婚宴，不若说是齐父的名利场。宴会上来了很多商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我看着齐父在人群里穿梭，笑得灿然，不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还能不能让他这么开心。宴会里很热闹，与此相反，露台有些安静，我端着酒杯，静静等着齐言的到来。订婚仪式很顺利，台下的齐言穿了一身得体的西装，温柔地看着我。可我感受到他平静的眼里藏着风波与暗流，就好像豹子猎杀前的蛰伏。很快，身后贴上了一具滚烫的身体。没想到，沈周变成了沈家的少爷，骨子里还是这么穷酸。齐言举着我的手，在月光下观察那枚朴素的戒指，说着，他伸手去摘我的戒指，被我蜷缩的动作打断。他的动作一顿，叹息一声，不甚温柔地翻转我的身子，迫使我看着他。露台在2楼，栏杆并不高，他压迫着我，半悬空的身子让人很没有安全感。妹妹，如果你和沈周在一起是欲擒故纵的话，你赢了。孟欣死了，你再也不是替身了。
我笑了，他到现在还认为我和沈周在一起只是为了报复我当了孟欣的替身。齐言看着我笑了，也跟着笑了，他的手贴在我的腰上温情地摩挲着。沈周碰你了吗？越过齐言的肩膀，我看到齐父怒气冲冲地过来了。我没有推开齐言，反而凑近他，堪堪停在他的唇前。你猜？他盯着我的唇，呼吸开始紊乱。齐言移开了视线，想要在我脸上找一个答案。哥哥，我只爱你。可是，我吻上了他的唇，热泪一并落在他脸上，那是我不能开口的无奈。我感受到了他慢慢放松的身体，那双揽在我腰上的手松了几分。就在齐父走近的那一刻，我尖叫着推开了齐言，痛苦地蹲坐在地上。我的声音引来了不少人围观，齐父更是涨红了脸，抬手就甩在了齐言脸上。畜生！齐言被打得偏在一边，一双眼怨恨地看着齐父和沈周。我知道他现在再也听不进任何话了，那句我爱你分量太重。在所有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齐言拉着我的手就跳下了露台，3米的距离不算太高。齐言护着我一路狂奔，夜色里我回头与站在露台的沈周相视一笑。车子开了很久，眼睛上的黑布被拿下来的时候，一瞬间的光亮让我有些恍惚，下意识地握住了齐言的手。他似乎很受用我的这些小动作，语气也缓了不少。小雅，我也爱你，今后不会再有人来打扰我们了。他半跪在地上，拿下了我手上戒指，换上了另一枚。硕大的钻石在阳光下璀璨的刺眼，可惜不是我的尺寸。齐言激动地抱着我，我看着天空，告诉自己再忍一下就好。我以身体不适回了房间，透过2楼的窗户，我发现自己四面环海，竟然在一个岛上。小岛上没有信号，还好口袋里的定位器还闪着微弱的红光。晚上我被请出了房间，齐言做好了晚餐，贴心地替我拉开了椅子。桌子上的饭菜卖相并不好，齐言根本不会做饭。他讨好似的将一只虾放到我的碗里，淡淡的腥味飘了上来。你怎么不吃？我对虾过敏。是谁喜欢虾呢？想起来了，是孟欣。你胡说，你明明最喜欢虾了，为什么要骗我？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猛地站了起来，椅子发出刺耳的拖拽声。齐言扯着我的头发，粗暴地把所有的菜色到我嘴里。我狼狈地跪倒在地上。齐父带人闯进来的时候，众人正好目睹了齐言对我的施暴。那些人里有好多都是看在沈家的面子上议起来的，这些人也是齐父想要合作的公司高层。人群中发出一阵唏嘘，沈周冲了过来，将我护在身后。我被带回了沈周的别墅。你这么做值得吗？沈周用碘伏擦拭着我嘴角的伤口，有些心疼。值得，只要齐言还在公司一天，齐父永远不会让齐言出事，那些不痛不痒的惩罚不够。不久，齐言带着我跳下露台，以及对我施暴的视频在网上流出。一时之间，网络上对齐言的声讨到达了顶峰。齐氏股价大跌，同时原本和齐氏谈好的合作都以各种理由取消了。16岁的齐言以一场完美的舆论导向营销了自己家的产品，而坐稳齐氏的执行总裁一职，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他的第一个战绩。在那之后，他更是将网络舆论娴熟地用在每一次产品预热上。没人知道他12岁时的战绩更加完美，他困住了我，又用我父亲的人血馒头喂养了公司。其实也是在那年直接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。为什么不用？那些蠢货听风就是雨，被当枪使都不知道，你不觉得很好玩吗？我永远记得他说话时高高在上的姿态。那么当话题的中心变成了自己，你也会觉得好玩吗？齐父慌了，终于在3天后宣布撤销了齐言执行总裁的位置。这场狗咬狗的大戏才刚刚开始。齐氏并没有因为齐言而好转，大堆的记者围在了楼下。
很快，网友又挖出来更加特别的证据。井号歧视假收养，井号登上了热搜。就在所有人都远离歧视的时候，沈家站了出来。沈周花钱压了网上的热度，一些和沈家交好的企业也向其士投出了橄榄枝。其父热切地拉着我的手，眼里是从来没有的热切。爸爸，我们永远是一家人，网上说的假收养不是真的，对吗？其父眼神躲闪着，隔天给我邮递了收养的全部手续证明。齐岩彻底被踢出了公司，他被圈子除名，没了权力与地位。这一次，他连我所在小区的大门也进不来。我站在房间里，亲眼看着他被保安一遍遍拖拽着扔出去，最后他被保安的盾牌死死压在地上。他抬头的一瞬间与我对视上，他无声地说：永远也别想离开我。而我只是无情地拉上了窗帘。齐岩，别着急，很快我就会让你后悔爱上我。那天之后，齐岩消失了，没人知道他去哪了。婚礼将近，沈周陪我试完婚纱，有事先走了。我独自走在商场上，新开的商场人不多，很快我就感觉有人在跟着我。走过转角的瞬间，一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人冲了上来，用短刀抵着我的脖子。妹妹，好久不见。齐岩拉低了帽子，胁迫着带着我往后退，直至退到了中庭的栏杆处。这里不再是订婚现场，摔下去8楼的高度足够让人当场死去。周围的人被吓到了，但是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来，人群中不少举着手机拍照，甚至还有人现场直播。齐岩，你真是疯了，你这样会坐牢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试着挣扎，可脖子上的刀却紧了1分，瞬间溢出细细密密的血珠。齐岩像是着了魔，贪婪地闻着我脖子上鲜血的味道。我刚刚看到你穿婚纱的样子了，好美。如果你乖乖待在我身边，我们明明也会很幸福的，可是你毁了这一切。他握着刀的手越来越用力，我清晰地感受到了冰凉的刀刃一层一层划开皮肤、肌肉，好像马上就要到动脉，现在那里只隔着一层薄薄的屏障。我的手只搭在了齐岩想要继续用力的手上，余光注意着中庭里不断膨大的垫子，缓缓开口：哥哥，明明就是你的胆小懦弱，你不敢得罪沈家，所以你留不住梦欣，你也反抗不了你父亲，所以也得不到我。你胡说！就在齐岩分神之际，我拉着他从8楼一跃而下。我们没入了充气垫中，巨大的冲击让我一瞬间耳鸣了，胸腔中的心狂跳不止。齐岩被冲上来的警察带走了。警察局里，沈周带来了律师，律师向我讲述了齐岩将会受到的刑罚。其父站在那里欲言又止，其母则是哭嚎得厉害。被关在一旁的齐岩状态癫狂，他用手铐砸着铁栏杆，发出哐哐的声响。他阴恻恻地看着我，一字一句地说：齐雅，只要我能出来，不管几年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，然后自杀，你这辈子也别想离开我。房间里充斥着他的大笑声。小雅，他毕竟是你哥哥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坐牢啊。爸爸，我不会出具谅解书的，齐岩该为他所做的付出代价。谈话不欢而散，齐父怒气冲冲地离开了。走出警察局的时候，我问沈周：我做错了吗？沈周叹了一口气：不，小雅，你没有做错。我点点头，顺势将头埋进他胸口。从警察局后，我生病了。其父带着水果来看我，坐在床边搜寻着沈周的身影。因为齐岩的癫狂，沈周暂停了一些和齐氏的合作，而如今齐氏完全依靠着沈家。我看着其父，不知道为了齐氏，作为父亲的他愿不愿意舍弃自己的儿子呢？沈周从门口进来，最后站在了我床边，为我盖好了被子，从将身子转向其父：伯父，虽然我和小雅还没结婚，但是在我心里，你已经是我的爸爸了。
我真的希望咱们将来能一起把沈氏和齐氏做大做强。只是这段时间，其父到处寻找有经验的律师，以无罪辩护。沈周的话没讲完，可是足够让其父明白，齐言和齐氏必须二选一。其父低着头很久没有说话，最后他看向我：小雅，爸爸会给你最盛大的婚礼，你好好休息。他终究是吃下了这个沾着自己儿子的鲜血馒头。其父说到做到，我的婚礼极尽奢华，而这天也是齐言正式被送进监狱的第一天，1年零9个月。他红着眼将我交给沈周，在台上说着本该属于我父亲的祝福词。不知道他这些年偷税漏税的证据有没有移交检察院。爸爸，再见了。我抱了抱这个杀父仇人。婚礼结束后，其父被带走了，偌大的齐氏被交到了我手里，毕竟我现在是户口本上唯一可以撑起这个家业的人了。一切好像都结束了。我站在生活了10多年的家门口，现在这里空荡荡的，透着一股萧瑟，雨幕里透出一股浓烈的血腥味。齐言就这样跪倒在我面前。11月里，他穿着单薄的衬衫，冻得瑟瑟发抖。原来2年的时间过得这么快。他瘦了很多，衣服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，肩膀裸露的肌肤上是大片大片的伤口，外翻的皮肉在雨水的冲刷下显得更加狰狞。小雅，我错了，你别不要我好不好？那双眼里再没了力气，他无神地望着我，机械地重复着。我抬手触碰他的伤口，明明刚出狱的时候还没有这些，不知道他又想做什么。可他好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躲开了，蜷缩着身体。很快他又重新跪回我身边。小雅，我愿意做别人的替身，你再看看我吧。你把我带回去锁起来吧。不等我回答，他就痴痴地笑了起来，然后低头看到了自己的伤口。好难看，好难看。小雅不喜欢。在他的抓挠下，伤口撕裂开，鲜血染红了白色的衬衫，在雨水的冲刷下变成粉色的。粉色的，小雅，你看你喜欢的粉色。齐言蹦跳着，像个求夸奖的小孩一样，将那件染血的衬衫递给我。齐言，你后悔吗？后悔，后悔，哈哈哈。他突然抬头看我，眼里都是迷茫。什么是后悔？我冷眼看着齐言被人带走，走的时候他盯着我大声喊：结婚了，我要和小雅结婚了。雨落在身上，好冷。沈周撑着伞为我挡住了那些冰凉刺骨的雨水。你怎么才来？我刚刚遇到了一个很可怕的疯子。我委屈地扑进他怀里。怪我来迟了，那我们回家吧。他的手干燥温暖，十指相扣的瞬间，内心的那些不安若退潮般渐渐消退。我想吃火锅。好。吃重辣的。好，多依你。